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日月潭水社码头，现在上午6点钟，日月潭旅行的第3天，一大清晨要来造访水社步道，就从水社码头出发，走到九龙口。这一段是行人步道，也是自行车道。 往五武庙3.3公里，我们的目的地是竹石园附近的九龙口大平台，约1.3公里。这些码头都是从水社码头延伸过来的。老婆，有一只猴子过去了，前面有一只猴子。 走在湖岸的护栏栏杆上，双龙抢珠拉鲁岛，波被船挡到，看不见拉鲁岛。对面耸起的山峰。 就是日月潭著名的水社大山，海拔2059公尺。不过目前也因为台风风灾，登山步道封闭整修中。清晨日月潭这里的温度只有摄氏22度，非常的凉爽。现在太阳渐渐升空，气温也慢慢回升了。 我们抵达日月潭招雾码头，这是日月潭主要的4座码头之一。日月潭招雾码头，招雾码头是专用码头，日月潭游湖的游艇不会停泊在这处码头。 主要是在水社、玄光寺、一达邵3座码头，以逆时针的方式巡回航行。因为招雾码头的腹地比较宽阔，游览车可以直接开到码头旁，所以这里也曾经是陆客专用码头。根据资料统计，日月潭以前每年大约是50万到100万观光客。 那2008年，政府开放大陆观光客来台游览，2年之后，日月潭的1年观光客超过600万，那是日月潭观光最兴盛的年代。因此，当时也产生了一个笑话，就是日月潭的湖底变成养鸡场。不过，鸡不是母鸡的鸡，是手机的鸡。因为陆客非常的向往日月潭，所以游湖的时候非常忘我的拍照。 一不小心手机就掉下去了，所以日月潭的湖底变成养鸡场了。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，接着就一路走到九龙口，这里有个观景平台。 当然也可以一路散步到五武庙。继续前行。这是台湾中油公司唯一的水陆两栖加油站。日月潭常见的鱼类，这是曲腰鱼，因为肉质鲜美，
深受蒋介石总统的喜爱，所以又名总统鱼。这是奇力鱼，是日月潭产量最多的淡水鱼。前面这是浮屿，是人工设置的浮岛。300年前南鼎园的济水沙连就有提到邵族设置的浮屿，当时南鼎园称为福田。现在设置的这些浮屿，同时也可以减缓湖泊对于水岸的冲刷。水色步道，一个人安静的游荡。前面那里就有九龙口，九龙口位于中潭公路进入日月潭的岔路口，一边往水社，一边往伊达邵。日月潭又有龙湖之称，因为周遭的山很多都以龙为命名，例如二龙山、青龙山、轮龙岭。从高处俯瞰日月潭，宛如堪舆学上所称的九龙槽岸。那这里刚好位于龙口，所以就被称为九龙口。从水社码头走到九龙口大平台这里，慢慢走大约1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了。那我现在就循原路走回水社码头。回到招雾码头了。眺望伊达邵，目前邵族人口约600人，其中定居在伊达邵聚落约200多人。邵族是台湾原住民当中最小的族群。我回到水社码头了，这是我们在日月潭最后一个行程，待会就用完早餐休息一下，就要离开日月潭了。那我今天的水社步道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水社步道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。